好，今天是2021年10月28号，第三章的第4次上课啊。那我们确定11月11号礼拜四同上课时间7、8节1530到1730。实体考试。那地点在501，先到501集合。那我们有借501是我们有借503，我们就是把一半的人在501考试，一半的人在503考试 ，OK？ 那 Open Everything 啊，你用所有的3C 产品啊，都可以。我知道很多人用 iPad 哈，那你带笔电来都可以。Open Everything 哦，Open Everything 哦，把人家柴犬带来也可以哈。Open Everything， 不要再问了，你要带什么就带什么，高兴就好啊。你要带超级电脑啊，扛着来都可以哈。好，随便你要带5台笔电来都可以。或像宝可梦爷爷这样子哦，都也可以哈。好，不要再问哦 ，Open Everything 哦 ，Everything 啊 ，Open Everything。那是实体考试哈，那会考比较难哦。那有个限时间2个小时哦，所以你不看影片不念书，到时候你要翻书你都翻不到在哪里哦，哦，好，那这一周会在公告email以公告最后一次公告为主了啊，最后一次公告为主啊。好，那第2章有同学反映，就是说有后面材料分析 AFN 啊、SINS 啊没教啊，那个比较不重要了。我呢整个学期上完有空我再回来教了哈。电竞最重要，就前面3个最重要哈。然后电竞啊，就是4个啦，就是 SRD、拉曼、SPS 跟电竞啊，电子显微镜那个最重要啊。FN 那个很简单啊，性质也很简单，你们自己看看就会了啦啊。好，那我们今天我们要教整学期最难的部分哦，就是MOSFET 的物理了啊。那很多人以前没有学过啊，或者说不是电子系的哦，那不是电机毕业的哦，那初学真的有点困难啊，但是这用心听我不会考推导那重要结果要背起来，要会用啊，推导就留到下学期的半导体元件物理啊。那我主要参考是这一部分，我参考是千面户胡正明院士是伯克莱的荣誉教授，退休了荣誉退休教授那是他写一本书就是《Modern Semiconductor Device for Integrated Circuit》因为这本书比较新那观念比较新。当然，施敏跟尼曼的书也不错啦但是 MOSFET 物理他这边写的比较好，所以我选它当做 MOSFET 元件物理的教材那这本书比较少人有啦那这个胡志明院士人很好他有他的电子书是免费的合法免费的我这边有，我待会再请助教寄给大家那这本书你去买1000多块1000多块那电子书是免费的它免费的很好人很好好。实体书要钱，电子书不用钱。你去网站
收都不用钱哦。之前他放在他实验室网站，他退休了不晓得有没有放在那，我不知道，但是是不用钱的啊，是不用钱的啊。好，好，惯例哈，我有那个过敏性鼻炎，我会吃口香糖啊，请见谅啊。好，我们看那个3.1哈，这个是NMOS 跟 PMOS 的这个元件的哈应该讲元件不是 technology device 啊，没关系。好，我们看一下上半部是 off state 哦，off state off state off state。那 off state 的话就是没有电流嘛哈，没有电流，我们看它的偏压状态就是0.00000000000啊，就在热平衡状态0.0000000。我不能说，不能说你现在手机那个关机了，它还在那边狂漏电呐、对不对？电脑关机还在那边狂漏电，哦，不加电压还在狂漏电哦，那这个开关就失效了嘛？那 MOSFET 要当数位电路开关嘛？off 就知道真的没有电流，没有电压嘛啊，所以是0，电压电流都是0。好，我们看下半部哈，那你现在要切换，如果是 on state 哈，on state 哈，on state 我们可以看一下 N MOSFET 的话，N MOSFET 就是。Vg 等于 VDD 啊，Vg 等于 V， 那 S 是 ground 哈，所以 V 也就是说 VGS 等于 VDD，VDD 就是我们的一个固定偏压源了啊。那随着元件的结缩，这个 VDD 会下降，以前是5伏，那3伏、2伏，现在可能到1伏左右了哈。好，举个例子哈，那你的 Vg 要大于 VTN 哈，假设我们 VTN 哈。这是临界电压啊，先记一下啊。NMOS 的临界电压，我想这个电子学有修过的临界电压都知道了啊。好，那 Vg 等于 VDD 等于2伏嘛，就是都是它会这个 gate 会诱导电子到这个通道，那电子会流动，那电子往这边流，电流就往这边啊。那我们看一下 P MOSFET 哈。P MOSFET 的话是 Vg 等于0，那 VGS 呢？是负 VDD 这边是加负 VDD 负 VDD 负 VDD，然后呢，VGS 也小于1比如说在 on state VG 要小于 VTP 就是 P MOSFET 的需求 voltage， 假设VTP 是0.3，那注意一下VTN、VTP 绝对值要一样绝对值要一样我没有在强调。那这边 VS 等于 VTP 等于2 ，VGS 等于2所以它这个就会这边相对是负电压嘛，对不对？负电压就感应什么电动，所以电动的通道就形成所以电动就会往那个右边移动我们说 drain 的中文翻译是汲取的意思，所以我们 drain 的就是定义汲取电流把电流收到电流汲取汲取就是那个你去水井那个把水拿起来那个汲取那个意思。那 source 就是指提供载质的来源，提供载质的来源source 就是源嘛来源嘛来源所以 source 叫原级这个中文很像啦。第一 drain 叫集集就是带水布那个集OK， 好，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 MOSFET 的电压的这个结构跟这个电压的关系那我们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好，那 MOSFET 它的接下来我们要讲那个 MOSFET 的临界电压的定义跟能带图能带图。那这边是几乎是半导体元件最重要的部分了那我这边讲的很精要讲的很精要
那很多细节的推导我没有，我就不推导了哈。毕竟那个这是微电子工程啊，推导是半导体元件物理哈，半导体元件物理哈。就说你半导体要学得好，大概核心课程大概也要修6到8门以上啊。那你这个整个半导体的实力哈才会够这样子哦。那这个我们微电子只是其中一门这样子啊。好 ，OK，那一般那个 MOSFET 的根据它的操作电压跟它的能带的特性差异哦，我们一般有分6个区域哦，6个区域。那元件物理的话，全部都要教了啊。那我们这边只教3个啊，3个啊，这3个会考啊，这3个会考啊，红框框的会考，那不会考推导，不会考推导哦，千万记住哦，不要考推导哦。不要不看影片，不认真听课，然后呢自己在那边狂推导，然后说，哎，老师怎么不考这个？哦，好，F 叫做 flat band 哈，我们先解释，先定义一下名词啊，F 是 flat band，那S 是 strong inversion 啊，这 strong inversion 是定义那个临界电压的能带区间的啊。那 AS 就是 after strong inversion 啊，AS 这个状态就是我们 turn on 的状态哦，超过临界电压就会产生巨大的电流哈。临界电压那边有一点点的电流，但是不够用，不够大。要超过临界电压才会有巨大的电流。比如说临界电压的时候，电流可能是10^-7安培，那超过临界电流，我到 on 的时候，我可以到10^-3安培，我差4个欧的啊，差4个欧的啊。好，我们先从那个 flat band 开始讲哈。那讲 flat band 之前哈，我先大概介绍一下能带图的画法了哈。你这边你听得懂，你数理够强哦，你是大学是真的是可能要电子电机啊，或是物理系的，你数理够强了哈。当然也不是说其他系就不行啊，就是说其他系以前教这理论就比较少。那你真的听不懂没有关系，元件物理会从头教。那我这边就直接讲那个讲那个 summary 啦，哈，讲那个整理的结果这样子啊。那 PN 界面哦，这个你要有静电学要很强的，电磁学的前1/3哈，前1/4静电学要很强的哈。这 PN 界面为空法，那你这个 PN 界面要很熟，那你这边不熟没有关系啊，你这边不熟没有关系，不然我会再教一次啊。那 PN 界面为空法，空法就是说那个自由电子跟自由电动等于0啊。N 等于 P，L 等于0。哦，你这边听不懂真的没有关系啦，绝大部分同学也听不懂啦，哦，绝大部分也听不懂啦，哦，绝大部分也听不懂啦，啊，听不懂没有关系啦，先有个印象嘛，等到下学期修半物，哦，你就懂了。所以有时候念书要念好几遍，才会那个心领神会，才会那个融会贯通这样子。PN 界面为空法啊，电荷呢？啊，既然这边有空间电荷嘛，啊，我们说完全游离是不是会留下空间电荷？最早那个第一章我们不是讲有完全流离嘛？哦，那你是不是留下空间电荷？哦，空间电荷，所以这边是只有讲整合起来教了哈。那你真的听不懂，你也不要灰心啊。考试我也不会考这个证明的。我先大概跟你让你能够接受能带图怎么来的，接受能带图怎么来的。考试我不会考证明的，来叫你画能带图，就是 open book 嘛，你就自己抄嘛，好，没有办法完全100%的深刻的精熟的理解也没有关系的因为毕竟这个真的是这门课最难的地方，而且好。电荷建立静电场了有静电场你就做功做功就
做工会造成电位差，对不对？啊，这个有静电场就是这个长这个样子啊，这静电场，因为电场我们用 F 啊，我们电场用 F，因为电场会跟这个电位能那个 E 会打架，会打架 F， 我们用F electrical field 来取代这个电场这个缩写字电子做工造成电位差电子位能来计算电子位能就是做工造成这个电位就会形成这样子的电位差这是电位这是电位 phi 是电位那电子位能来计算，电子位能是E负 QV 所以它的位能的函数是这样，我的电位能的函数就是负 Q 乘上 V 嘛，就是电子为主角。我们能带图都是以电子为主角，请背5遍能带图是以电子为主角，能带图是以电子为主角，能带图是以电子为主角，能带图是以电子为主角。所以我的能带图的能量其实这是位能负 QV 是位能嘛所以这个位能电位变成电位能就乘上负号，那乘上负号，那这个函数是不是像那个 x 轴翻转180度所以 EC、EB、EB 就是这样所以 PN diode 它能带图就是长这样所以不是硬背的，你懂原理的话懂原理的话，你要就是驾轻就熟，而且一辈子不会忘一辈子不会忘所以能带图就是这样。那这是抛物线，那这个在空乏区这个中央这是反曲点所以这是向下凹，这是向上凹是这样的曲线这样的曲线。那这是对称的这是对称的这是对，一定要对称的，要不然你视力孔就是视力孔你EC、EV 都是要固定的好，这个就是能带 PN diode 的 PN 界面PN 界面的这个能带图的画法了那 N 很简单了，以后就是更简单记，你只要知道，这是一个抛物线，对不对？抛物线反曲点抛物线，那谁要在下方 ？N 区要在下方要背起来 ，N 型材料在下方在下方能带图的下方，在这能带图的下方PN 将选 PN 项，那 NP 呢就是这样，对称的PN 就是这样PN 就是这样 ，NP 就是这样背起来啦，不好意思啦，这个你们要大概修过半物再回来看才会融会贯通啦。除非你真的大学部有学过，那你数理推导能力很强，你就会了解你数理很强好，那这个快速化能带法那其实这个能带图都是来自于什么？这不是硬背的来自于帕松equation帕松equation就是电子学前面讲静电学讲到后面会有一个帕松equation嘛这个是定律这是定律这是定律就是这个电荷就是说电荷就是什么电场的微分，那电场的微分又是什么？电位的2次微分那电位跟电位能电子电子为主角，电子跟电位能这是同一个因次，所以它不要微分，那也是2次微分，再插个符号，这就是 Poisson equation， 这就是 Poisson equation Poisson equation。那我们刚讲空乏区，就是说这个等于0，这个也等于0PN 界面为空乏，就是 N 等于0 ，P 等于0，你们抄一下 N 等于0 ，P 等于0。那电荷建立静电场，做工造成电位差，电子位能来计算。N 型材料在下方再背几次去感觉一下。那这个就是化能带图的原理啦，电场1次微分正，那就凹向上
哦，你们自己去推导啦。你数理好，微积分好的话，你自己可以参透啦。那如果你有学长可以问，会懂这个，你可以问他细节。如果你马上要了解的话，你不急，你现在就要了解，你不想等到下一半我再了解，你可以先去问啊。但是我考试不会考，好不好？毕竟我们这微电工程不是教板啊物理啊。那能带图通常哦，我们在半导体也很简单啦，没有太复杂的啦。大概就是说这种上三角的能带图跟下三角能带图，所以是比如说我这个鸟嘴风筝我自己乱取的啦，因为这个很像鸟嘴嘛哦。那南鸟不是常常放风筝嘛，这个很像鸟嘴风筝的啊。如果电场是上三角的哈，它能带图哈就是长这样。一样啊，N 型材料在下方啊，电场长这样，能带图就是长这样，就记起来就好了，拜托啊，记起来，不要想太多了哈，不要想太多。那这个你数理够好，你从这个 table 你就可以导出来了啦，你要导不出来就没办法啦哈，就是你没有学过电子学，或者你电子学没有学的不够那个扎实啊，这电子学会的话，一看就懂了。那你没有学过或学的不扎实的话，那没办法哦，sorry 没办法，那你就等下学期半路再补起来。好，再来方形的风筝哦，这很像方形的风筝啊，不管哦，这个就是画那个阿塞绝缘体的能带或 high K 的都一样哦，这样是绝缘体的能带哦，一个是如果是在上面的哈，电场就是这样，那在电场在下面哦，这个电荷在下面的哈，电场在下面的能带图就是红色的。好不好？后面会有实例哈，后面会有实例。好，再来讲那个临界电压flat band condition 的 flat band voltage 那我们先看那个热平衡，这边是热平衡我看一下指标题这在热平衡 initial state 就是说这是 N MOSFET 嘛因为它是 N poly N MOSFET N MOSFET 我打一下它这个其实画 N MOSFET 的N MOS 这是 N MOS N MOS， 因为你看它这个费米能阶在下半部嘛这是 N MOSFET， 这个也是元件物理会教啦，你们就背起来了。费米能阶在能系的下半部就我讲错了这是热平衡造成的待会再讲好，它是画 N MOSFET 好，这个因为它是 P body 嘛，P body 是 NPN 嘛你这边要加 N plus， 说它是 N MOSFET 了那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先看左边这张图这个 phi m 要背起来，这叫公函数金属的公函数。那因为我们后来用 N plus polysilicon 也取代金属的公函数，那反正只要是 MOSFET 那个，不管你是用 poly N plus poly 或是用真的是 metal gate 的话我们都一律叫它 phi m， 它的代号就是 phi m， 金属的公函数，金属的公函数再来这个就是半导体SP 的就是 silicon，S 是 silicon，P 是 P substrate P 是 P substrate P 或是 P silicon body SP 反正是 P type 的 body 这样子，这也是这个 work function。那 work function 定义就是费米能阶费米能阶到真空能阶的费米能阶到真空能阶的那个的差值差值费米能阶费米能阶要背起来这个是费米能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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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是左边是 before contact 嘛哈，那这个 after contact 我们现在是热平衡哦，电压都不能加，都是0.0000000哦，就是 off state 那样哦，0.00000哦，什么电压都不准加哦，什么电压都不准加哦，热平衡代表就是不准加任何偏压嘛，哦，它是一个自然的状态，你不能给它加电压。after contact 热平衡哦，热平衡哦，有加变压不是热平衡哦，热平衡哦，现在是热平衡哦。after contact 的时候after contact 这边写一下，所有电压不准加所有电压不准加，所有电压不准加。好。after contact 的时候，那个请记住哦，这个是一个定理，可以证明哦。热平衡之下，费米能阶为直线，就是这一条因为我们说 n plus 的费米能阶就在 EC 啊，你真的不懂背起来了拜托啦，背起来拜托背起来背起来。n plus 的费米能阶就是在 EC。在EC那这个费米能阶就是要为一条直线，水平直线要你改成水平线也可以的好，但是 silicon 的能阶不是直线哦，你看 silicon 在这个界面处它会转折下来，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金属公函数不同造成的影响金属不同造成的公函数的影响那这个都是这个上面的那个大小都是按照真正的正确的值实际上我们已经都知道了，实验上都已经确定的值所以这个所以这个值都是正确的这个值都是正确的所以只要热平衡状态，事实上它的能带图就是长这样，所以不是平的，只有费米能阶是平的。那这个可以证明，那超出我们这课程的范围费米能阶为一条水平直线水平直线，然后这水平有时候就忽略讲这样子。下水平直线，水平有时候就忽略讲了。我的讲义今天会，如果今天上完的话，我就会寄给大家啦。应该是就算没上完也会寄给大家。应该我今天大概都改好了啦。没改好也是剩下一点点小东西的应该说 all voltage 等于零all voltage 等于零所有的电压都是等于零这才是热平衡的定义嘛，对不对？这是热平衡的定义，对不对？好，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个观念叫做平带电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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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我施加一个电压让所有的能带都是平的，但是费米能阶是平的，但是不是水平不是水平所以叫平带电压。你们看到我加一个。我加一个这个，在 gate 是加一个负电压比如说我加一个负0.7伏负0.7伏那负0.7伏我们知道对电，我刚刚讲电子能带图是以电子为主角所以我们改变都是改变电子电子带的电量是负1。负1乘上负7是正7所以这个能带图会往上提0.7，往上提0.7。你看这张图跟这张图，这边往上提0.7，就把所有能带拉平了但是费米能阶那现在是那个断线
它是断掉的哦，它这个费米能阶一个在这里，一个在这里。跟初学者这个真的很难理解啊，因为这个能带图也很复杂的，那就尽量了啊。考试我也不会考推导了啊。为什么 open book 就是这样子的？这考这个 close book 会死人呐、真的只有少数人会啊。那费米能阶哈，现在就是为断线，你只要 get 加偏压，get 加偏压哦，费米能阶为断线，啊，费米能阶为断线，我这边再抄一下，费米能阶为断线，你只要 get 加电压，费米能阶就是断线。啊，你只要加电压哦，费米能阶就是断线这样。啊，只要加电压，费米能阶就是断线。啊，费米能阶为断线。啊，费米能阶为断线。但是为什么叫平带电压？因为它没有电压，这个能带图没有斜的啦，也没有三角的啦。你看这边有斜的，又有抛物线，这个阿塞是斜的，这个西里孔是抛物线啊。那平带电压就代表说所有的能带图，所有的能带都是平的，没有斜的，也没有抛物线的。哦，这叫平带电压。平带电压，平带电压哈，那你加的电压就是说，平带电压加了就是说，就是加这个 Vg 减 Vs 啊，因为你本来就有公函数差嘛啊，本来就有公函数差嘛啊，公函数差，你刚好加这个平带电压的时候，刚好克服这个公函数差，刚好克服公函数差，把这个能带哈，哦，原本是这样的，对不对？把它拉平，把它拉平，所以阿塞瑞平、斯蒂孔瑞平，这叫平带电压，平带电压啊。好，那平带电压哈，这个就是 phi G 减 phi S。如果 G 你是用金属的话，就是 phi N 啊。你不泛指是金属，你可能是 N plus polygon 或 P plus polygon，可能就用 G 这个代号。不过后来我们用 high K metal gate 嘛，现在制成都是用 high K metal gate，所以其实 phi G 后来我们写成 phi N 比较多哦 phi N，因为我们用金属杂基。那这个课本那个他还有说哈，因为阿塞里面都有一些，因为 silicon 阿塞是不同的界面，它会捕捉一些负电荷，所以平带电压哈还要修正啊，就是你还要减掉阿塞在界面处阿塞的这个界面的负电荷啊，那这个一定会存在的啊，这一定会存在啊，还有阿塞的负电荷。我用那个我们比划一下哈，会有阿塞的负电荷，会有阿塞的负电荷。在这界面组会有阿塞的负电荷。粗一点好了。好难改了，不改了哈。界面就会有阿塞的负电荷。界面就会有阿塞的负电荷啊，会有阿塞的负电荷在这边，所以要减掉 C 阿塞、Q 阿塞因为是负的电荷所以要减所以要减不要减就背起来好不好？就背起来哈。详细的话，我看你也没有，这学期你们也没有时间去看签名户或思敏那本书了
那你就先背起来。我考试不会考推导，那红框框背起来，红框框背起来，背起来用背起来用没办法有点太要循序渐进要把这个好好教好，要教2个月以上，至少我要教2个月以上。好，我们只有大概4个小时左右就要把这边讲完可能3个小时我们只讲重点我们考试就只讲重点。好，所以 flat band bridge 就是把能带图把它拉平拉平，这后面会用到后面会用到。好，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因为接下来5.2不教5.2不教，那等到元件物理再教5.3也不教接下来我们就要教5.4应该讲3.1.4了那我是从这个章节是从那个全民湖那边忘了改了。那我们待会下节课从这边开始教起，好不好？这边很重要，要打星星就 flat band 也要打星星flat band 热平衡跟 flat band 这边这2页都要打星星考试我不会考证明不要紧张了那我也不敢那个 open close book 了我也不敢 close book 了我也不敢 close book 了close book 可能大家会挂掉了language 的重要language 好，我们这一节课就 summarize 一次先讲那个N MOSFET 跟 P MOSFET 的元件的结构跟操作的电压，然后它的重要的有三个那个能带区flat band 还有 strong inversion、after strong inversion。strong inversion 跟 after strong inversion 最重要，后面那2个最重要那 flat band 次之flat band 也要会flat band 也要会，因为要 flat band 懂 flat band 才会懂那个下一节的 strong inversion 那 5.2 就不教，5.3也不教我们待会下一节课从5.4开始教好。